你重生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起那把粗糙的柳木弹弓，发疯似的冲向田边的荒地。上一世的今天，你眼睁睁看着懂事的弟弟周小武饿得昏迷，却最终因为长期营养不良，年纪轻轻就病死在破旧的土炕上。虽然现在你也饿得头晕眼花，但脑海中狩猎熟练度系统的提示音却让你浑身充满了力量。无论是天上飞的斑鸠，还是地上跑的肥兔子，只要被你盯上，就注定成为碗里的硬菜。这一世，你宁可撑死，也不再让家人饿着肚子受穷。周晨阳左手持弓，手腕微微下压，将皮筋与眼睛平齐，右手捏住包裹着石子的皮兜，大臂发力，缓缓向后拉开。自行车内胎剪成的皮筋弹性一般，拉到极限时发出咯吱咯吱的紧绷声。弟弟周小武在旁边屏住呼吸，大气都不敢出，两只手紧张地攥着衣角，眼睛瞪得像铜铃。他心里纳闷，哥这架势看着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周晨阳没管弟弟怎么想，他的注意力全在那个小小的灰色目标上。在他的视野里，那只麻雀仿佛被放大了。麻雀刚低头啄了一下翅膀根，周晨阳右手拇指和食指瞬间松开，皮筋回弹的声音短促而有力，在空旷的田野上格外清晰。那颗灰白色的石子带着破风声，瞬间跨越了10几米的距离，一声闷响，石子结结实实砸在肉体上，听着就让人牙酸。树梢上那只正准备起飞的麻雀，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，身子猛地一僵，像块石头一样直挺挺地从树杈上栽了下来。周小武嘴巴张得老大，愣了足足3秒才回神，嗷的一嗓子喊出来，叫得跟杀猪似的，撒开脚丫子就往树底下冲。周晨阳看着弟弟的背影，长出了一口气，揉了揉发酸的手腕，这身子太久没沾荤腥，虚得很，刚才拉那一下手都有点抖，不过好在手感还在。就在这时，脑子里那声脆响又来了，系统提示首次击杀成功，开启新手技能弹弓射击入门级。看着眼前只有自己能见的淡蓝面板，周晨阳心里痛快极了，只要打中就能长熟练度，这不就是干经验吗？这活他熟。那边周小武已经把麻雀捡回来了，小家伙双手捧着那灰扑扑的鸟，跟捧着个金元宝似的，还凑过去使劲吸鼻子闻味儿，馋得直舔嘴，念叨着这要是烤了，那有肯定滋滋冒。周晨阳走过去，拎过麻雀掂了掂，也就1两肉，去了毛和内脏，估计就剩个骨头架子。他把麻雀往裤兜里一揣，扫了一眼远处的后山，青山村背后的这座大山，那就是个天然宝库。以前没本事进山是送死，现在有了系统，这大山就是自家的菜园子。两人顺着田埂走了2里地，到了大山脚下，刚进林子边，一股甜味顺着风就钻进了鼻子。周小武鼻子灵得很，立马指着左边灌木丛喊了起来。那片半人高的灌木丛里挂满了紫黑色的小果子，形状像个小酒杯，挂着白霜，看着就喜人。是山婶子，没熟的时候涩嘴，熟透了变成紫黑色，软乎乎的，甜的掉牙。周小武嗷的一嗓子，比兔子还快，直接扑进灌木丛，也不嫌脏，摘了一颗最大的往衣服上蹭蹭，塞嘴里就是一口。紫红果浆爆开，甜津津的味道顺着喉咙流下去，把他那干冒烟的嗓子润得舒舒服服。他吃的腮帮子鼓鼓，嘴巴舌头染得紫黑，跟中毒似的，但脸上那叫一个幸福。周晨阳也摘了一把塞嘴里，久违的甘甜，这年头糖都要票，这一山野果子简直是老天爷赏给农村娃的顶级零食。正吃着，周晨阳耳朵动了动，系统微调过的感官比以前敏锐不少。他一把按住周小武，做了个晋升的手势。不远处的野酸枣树上，几只灰褐色的鸟落了下来，脖子上有珍珠斑点，尾巴长长的，是斑鸠还是大家伙？这俗称野鸽子，肉厚细嫩，一只顶10只麻雀，烤炖都是一绝。几只斑鸠在树上啄食酸枣，完全没注意到这边的2个煞星。周晨阳的手摸向腰间弹弓，距离20米，普通石子容易飘，但他现在有弹弓射击入门加持。他挑了一颗最圆最沉的河滩石，慢慢拉开皮筋。这时候不能急，动作大了鸟就飞了。他像雕塑一样蹲着，视野里那只最肥的斑鸠正低头啄枣，脖子伸得老长。周晨阳预判风向，手腕微抬，石子破空，眨眼即到，一声脆响，羽毛乱飞。那只斑鸠脑袋被狠狠砸中，连叫都没叫，直挺挺栽了下来。其他的斑鸠只是惊飞起来，在空中盘旋2圈，又想落下。这玩意儿比麻雀傻，红半死了还要回来看，机不可失。周晨阳手速极快，摸石子，上弹，拉弓，瞄准，趁一只斑鸠落回树枝的瞬间，又是一发入魂。斑鸠胸口中弹，扑腾2下也掉了下去。这下剩下的终于反应过来，全飞走了。周小武像个小炮弹一样冲出去，没一会儿就提着2只鸟跑回来，后槽牙都笑出来了。周晨阳接过来看了看，一指得有半斤重，今晚这顿肉有着落了。系统提示连续命中移动和静止目标，弹弓射击熟练度+2，当前熟练度3比1000。周晨阳带着弟弟猫着腰，像2只小豹子往林子深处摸去，越往里走草越深。突然，枯草丛后传来一阵沙沙声，伴着低沉的咕咕叫。周晨阳心里猛地一跳，这绝对不是小打小斗的声音。他拨开草叶看去，30米外的空地上，一只体型硕大、五彩斑斓的大鸟正昂首挺胸的踱步，红眼圈、白项圈，长尾羽闪着金绿色的光。野鸡，还是只成年公野鸡。这玩意儿是山里的机灵鬼，跑得快飞得急，但重点是它大，少说2、3斤，全是实打实的肉，炖一锅汤能把眉毛掀掉。跟这货比起来，斑鸠瞬间就不香了。周晨阳心跳狂飙，手心冒汗。周小武嘴巴张成了 O 型，刚要叫就被他捂住。30米，这距离用石子就是给他挠痒痒，必须一击必杀。周晨阳慢慢把手伸进裤兜最里面的夹层，那里藏着几颗从废旧轴承里敲出来的钢珠，原本是留着当宝贝玩的，一直没舍得用，现在该见血了。他摸出一颗冰凉的钢珠夹在指尖，深吸一口气，眼神冷得像刀，死死锁定了那只不知死活的野鸡脑袋。那大野鸡还在那儿迈着方步，脖子一伸一缩，不知道阎王爷已经翻开了他的生死簿。周晨阳手里这颗钢珠是从轴承里拆出来的，磨得锃亮，捏在手里沉甸甸的，带着一股子冰凉的杀气。这跟河滩上的石子是2码事，石子轻，飞远了爱飘，打30米得靠蒙，但钢珠不一样，圆润重心稳，只要力道够，指哪打了。周晨阳调整呼吸，身子稳得像块石头。风有点大，吹得枯草哗哗响，
他在等风停，也在等野鸡停。弹弓射击入门技能一开，他脑子里仿佛多了一条红线，从皮兜中心直通野鸡脑袋，那种直觉很玄乎，告诉他该往左偏多少，抬高多少。旁边周小武憋气憋得脸通红，死抓着裤缝，生怕眨眼就把鸡看飞了。突然野鸡停住了，脑袋猛地往下一探，准备啄虫子。就是现在，风停，夜止。周晨阳眼神一缩，右手瞬间松开，皮筋回弹的声音沉闷有力，钢珠撕裂空气，发出一声尖锐的啸叫，快得看不见影。30米距离，眨眼即到，一声脆响，像是锤子砸烂了西瓜。那只还在做美梦的大野鸡，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来，漂亮脑袋猛地后仰，身子剧烈抽搐一下，直挺挺侧翻在地，两条腿蹬了2下枯草不动了。一击爆头，周晨阳自己都忍不住爆了粗口，这手感绝了。周小武愣了2秒才反应过来，发出一声变调的尖叫，撒开脚丫子就往那边冲，跟饿狼扑食没两样。系统提示击中高难度移动微小目标头部，判定为完美击杀。弹弓射击熟练度+5，当前熟练度8比1000。周晨阳扫了一眼面板，原来高难度操作会让熟练度暴击，这升级岂不是分分钟的事？等他走到跟前，周小武已经抱着大野鸡傻乐了。这鸡一身羽毛油光水亮，尾羽半米长，看着就喜庆。周晨阳接过一掂量，压手少说2斤半往上，这在这个缺油水的年代就是顶级的硬菜。周小武指着鸡头让哥看，眼眶位置有个明显的血洞，钢珠直接嵌进去了，一击致命。周晨阳把野鸡和之前的斑鸠麻雀收好，催促弟弟赶紧走，哥这枪法神了，为啥不再打点？周晨阳告诉他贪多嚼不烂，天要黑了，而且这东西太扎眼，被人看见麻烦，才不外露。这年头大家日子都苦，你家天天大鱼大肉是要招人恨的。他让弟弟把野鸡塞进自己衣服里，周小武不乐意，觉得这么威风的大鸟不得让村里小孩馋死，让人看见了，这个要腿那个要汤，你给不给？不给是小气，给了咱们吃啥？周小武一听有人分肉，头摇得像拨浪鼓，赶紧把鸡往哥怀里塞，收拾停当。周晨阳怀里鼓鼓囊囊，像揣了个大肚子。斑鸠和麻雀塞在周小武裤兜里，两人抓着山婶子边吃边往回走。刚上田埂，正碰上迎面走来的一个胖女人，穿着花布衫，嗑着瓜子，是隔壁王婶，村里有名的碎嘴子势利眼，以前没少造谣周晨阳偷鸡蛋。王婶吐了口瓜子皮，眼神跟雷达似的在两人身上扫，这肚子鼓鼓囊囊的，偷吃啥好东西了？该不会去地里偷瓜了吧？周小武紧张的捂住裤兜，这一捂，王婶更来劲了，伸长脖子凑过来。周晨阳一步挡在弟弟面前，脸色冷淡，说话不能乱说，我们就去山脚摘了点野果子。说着掏出一把紫黑色的山婶子摊开，问王婶想不想吃，可以分他点。王婶一看是不值钱的野果，顿时一脸嫌弃，这玩意儿吃多了拉不出屎，我家猪都不吃。他退了一步，拍拍手，阴阳怪气的说，也是，你家那条件也就配吃这个，我家那口子今天割了半斤肉，我还得回去炼油呢。说完扭着肥屁股走了。他真讨厌，刚才还看见他家大壮在山上捡酸枣呢，猪都不吃。周晨阳冷笑，让弟弟别理他，半斤肉值得炫耀成这样，等会儿炖上野鸡馋死他。回到家门口，母亲李秀兰正焦急的张望，看见两兄弟回来才松了口气。跑哪去了？天都黑了，是不是玩水去了？哥带我干大事了。啥大事能比吃饭大？赶紧洗手，锅里煮了红薯还有咸菜。看着母亲佝偻的背影和清汤寡水的晚饭，周晨阳心里发酸。他进院反手插上门栓，妈，今晚不吃咸菜，神神秘秘的干啥呢？周晨阳走到石桌旁，解开怀里的扣子，往外一掏，足有2斤半重羽毛艳丽的大野鸡重重砸在石桌上。紧接着周小武也掏出了2只斑鸠和麻雀，瞬间石桌被猎物占满。李秀兰僵住了，嘴唇哆嗦半天没说出一句整话。这是哪来的？他第一反应是害怕，怕孩子干傻事。周晨阳把弹弓往桌上一放，拉着母亲坐下，妈您放心，这是凭本事打的，妈您赶紧烧水，今晚全家吃肉吃到饱。水开了。李秀兰看着桌上的野鸡，手都哆嗦，这辈子除了过年分那1两肉，哪见过这么整齐的野味，真全炖了，要不留一半腌上过年吃，离过年还早呢，腌了肉就柴了。小武长身体，我也饿，今儿就吃顿痛快的。李秀兰看着两儿子面黄肌瘦的小脸，咬牙答应了，去泡蘑菇。周晨阳提着鸡腿拔毛，修膘后毛一拔，露出黄澄澄的皮肉，全是油水。周小武蹲旁边收鸡毛，这能换水果糖。周晨阳手起刀落，开膛破肚，除了苦胆，心肝肠子洗干净一样没舍得扔。在这个年代，内脏也是荤腥。收拾完，足足一大盆肉，他剁成麻酱块，骨头碴子透着红。李秀兰端来一盆黑褐色的榛蘑，说是前几天刚采的，洗干净了。小鸡炖蘑菇必须得是野生榛蘑才对味，别的蘑菇吸不进汤。周晨阳刷干净大铁锅，没放油，家里也没油，直接把带肥油的鸡皮扔进去煸。鸡皮卷曲，黄澄澄的鸡油吸出，一股纯正的荤油香瞬间在厨房炸开。周小武烧着火，哈喇子差点滴鞋上。底油有了，周晨阳扔姜片干辣椒爆香，倒入一大盆鸡肉，肉块入锅爆响，快速翻炒下，水分炒干，表面金黄焦香，肉香味顺着烟囱和门缝像长了腿一样往外钻。加半锅井水，盖上榛蘑，撒把粗盐，盖上木盖，大火烧开，小火慢炖，半小时开饭。天黑透了，周家小院飘出的香味霸道的不讲理，野鸡鲜甜混合榛蘑一香，简直是生化武器。隔壁王婶家正在吃饭，桌上一盘炒白菜，还有半斤猪肉炼油剩下的油渣炒萝卜丝。本来王婶还挺得意，觉得日子红火，结果一股浓烈香味飘来，直接把他桌上那点猪油味盖没了。胖儿子大壮鼻子一动，把窝窝头扔了，嚷嚷着要吃隔壁那个味，要吃鸡。王婶其实早闻到了，正纳闷呢，周家穷的耗子都含泪走，哪来的肉？肯定哪家烧糊了，快吃，这可是猪油炒的。大壮哇的一声哭了，在炕上打滚，不吃萝卜丝，萝卜丝苦，我要吃隔壁那个味。王婶烦躁的摔筷子，骂骂咧咧走到院子，伸脖子往隔壁瞅，香味更浓了，浓得他自己都咽唾沫。李秀兰这个败家娘们不想过日子了，明天我去大队问问谁家丢鸡了。说完摔门回屋。周家这边汤汁收浓，周晨阳先盖，蒸汽夹着肉香扑面
面而来，鸡肉红亮，榛蘑黑亮饱满，汤汁浓的拉丝，盛了满满一大盆，连汤带肉堆冒尖。昏黄煤油灯下，一家3口围坐。周晨阳先给妈加了大鸡腿，给弟加了最肥的胸肉，自己加了块骨头。周小五不怕烫，呼哧吹2气就塞嘴里，一口咬下去，眼睛瞪圆，野鸡肉进到弹牙，越嚼越香，榛蘑滑溜溜吸满肉汁，绝了！他满嘴流油，吃的头也不抬。李秀兰看着碗里的腿，眼圈红了，想夹给周晨阳，你是顶梁柱，你吃，锅里还有，您快吃，要是您舍不得吃，下次我有猎物都不敢带回家了。李秀兰这才咬了一口，久违的肉香在舌尖绽放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这顿饭吃的风卷残云，一大盆肉连汤都被周小五拿窝窝头蘸干净了，盆底光的能照镜子，2只烤斑鸠也被当零食分了。神仙日子也就是这样了吧，这就神仙了，也太好打发了。看着空空的米缸，周晨阳眼神锐利起来，这顿爽了，但家底还是薄，米缸见底，油盐没了，小五还得交学费，光靠这顿钱，月亮爬上来了，照得小院惨白。周晨阳回屋翻出旧背篓，别了把镰刀。李秀兰担心的问，这么晚还出去？周晨阳说他听见后山有动静，可能是野兔，他去转转，运气好明早能换点米面，太危险了。周晨阳扬了扬弹弓，说没事，他有这个，除了大虫黑瞎子没啥能伤我，您和小五把门插好先睡。说完，周晨阳背起背篓，身影消失在夜色中。李秀兰站在院门口，望着儿子离去的方向，久久不动。吃饱了有力气，现在熟练度8比1000，今晚目标很明确，野兔这玩意儿在镇上黑市是硬通货，一只肥兔子顶工人2天工资。周晨阳紧了紧裤腰带，借着月光大步朝深山走去。后山的风刮在脸上生疼，周晨阳猫着腰蹲在枯草后头，大气不敢出，已经在山里转悠2钟头了，这身子骨亏空的厉害，鬼肚子直转筋。他心里默念千万别空手而归。突然草坡那边传来极其轻微的沙沙声，来了一只灰扑扑的影子从乱石堆后探出头，2只长耳朵竖得笔直，跟雷达似的转来转去，是只野兔，看体型是个大家伙，蹲那儿跟个小土墩似的，少说5、6斤。周晨阳屏住呼吸，手慢慢摸向腰间，为了保证一击命中，不让这第一桶金跑，他摸出了兜里仅剩的一颗钢珠，距离15米，野兔似乎闻到了生人气味，前腿抬起，随时准备跑路，机不可失。周晨阳猛地起身，拉弓，瞄准，撒放，一气呵成，弹弓射击入门技能发动，夜色中仿佛能看清野兔颤动的胡须，钢珠撕裂夜空，动静吓人。野兔刚要蹬腿，脑袋就挨了一下狠的，一声闷响，野兔连叫声都没发出来，身子猛地一歪，疯狂蹬了几下腿，把草皮都蹬秃了一块，彻底不动了。周晨阳赶紧跑过去，拎着沉甸甸的兔耳朵，心里那个美，这肥兔子拿到镇上绝对是抢手货。这一晚，周晨阳像幽灵一样在山脚转悠，靠着经验和直觉，天亮前又打下2只肥兔子，加起来得有10来斤。他没敢贪多，把死兔子用艾草果严实塞进背篓底，上面盖了层野菜做掩护。30多里地全靠2条腿，走到镇上便上时，天刚蒙蒙亮。周晨阳没去合作社，熟门熟路拐进了一条不起眼的小巷子，这里是鬼市，巷子里静悄悄的，两边蹲满了人，大家闷着头，面前摆个篮子，也不吆喝。周晨阳找个角落蹲下，把背篓上的野菜扒拉开一条缝，露出野兔皮毛。刚蹲下没2分钟，一个穿中山装、戴黑框眼镜的胖子溜达过来，这人面色红润，提着网兜，一看就不是普通老百姓。他转悠一圈没满意的，眉头紧锁，走到周晨阳面前时，随意扫了一眼。周晨阳适时的把野菜掀大了一点，胖子眼睛猛地一亮，脚步停住了。他左右看看没人注意，蹲下压低声音问是啥货，活的死的。周晨阳也不废话，说是刚打的野兔，还没凉透。他把那只最大的提溜出来一半，展示肥硕的后腿，说5斤重，没放血，肉嫩着呢。胖子捏了捏兔腿，喉结滚动了一下，问还有没有。周晨阳说还有一只，稍微小点，4斤多。胖子说都要了，问怎么卖。周晨阳心里盘算，猪肉7毛5一斤，还得要票，黑市猪肉不要票1块2。野兔虽然没猪油吃香，但胜在稀罕，他开价2只一起4块。胖子眉头一皱，嫌贵，说猪肉才多少钱，兔子全是骨头，出价3块，行就拿走。周晨阳不慌不忙，把兔子塞回背篓腰盖上，说账不能这么算。他说自己的兔子是吃百草长大的，大皮毛一点伤没有，要是不买，他去前面问问。听说公社食堂正缺野味，一听公社食堂，胖子急了，他就是公社食堂采购员，今天有领导视察指明要吃野味，他才来碰运气，这要让周晨阳把兔子拿走了，他上哪弄货去？胖子咬牙说行，3块5，不能再多了，再多没法报账。3块5，超出预期了。周晨阳爽快答应，他说叔是个爽快人，3块5交个朋友。他把2只兔子装进胖子网兜，胖子数出3张皱巴巴的1块钱，又凑了5张1毛的塞给他。周晨阳接过钱，心里踏实了。在这个1分钱买2块糖的年代，这是笔巨款。胖子临走说以后有好货直接来公社食堂后门找他，他姓赵。送走大客户，周晨阳腰杆子硬了不少，直奔合作社，手里有钱，得把家里的烂摊子收拾一下。他买了10斤大米，5斤白面，没粮票只能买高价溢价粮，虽然肉疼，但想到母亲弟弟蜡黄的脸，值了。除了米面，又买了1斤粗盐。最后他来到5金柜台，问乳胶管怎么卖。这是医用止血带，做弹弓皮筋最好的材料，比自行车内胎强100倍，5毛1米。他要了2米，又买了2盒滚珠轴承。买完这一圈，3块5花去一大半，只剩几毛钱。但这背篓里满满当当的物资，全是希望。第1桶金捞着了，接下来要用新装备去搞大家伙。等到家正好给小五蒸白面馒头，想到弟弟惊喜的表情，周晨阳步子迈得飞快。周晨阳顶着大太阳一口气走回青山村，刚到村口就看见个黑瘦的小猴子骑在磨盘上张望，是周小五。看见哥哥，周小五蹭的跳下来冲过来，带起一路烟。周晨阳让他慢点跑，周小五急刹车停住，围着哥哥转圈，鼻子像狗一样抽动。他说哥咋才回来，还以为哥也走了呢。说着眼圈红了。周晨阳揉揉弟弟乱发，说瞎想啥，哥进城弄好吃的去了，让他走回家，中午吃白面馒头炼猪油。周小五眼泪憋回
去了，两眼放绿光，问哥真的假的？周晨阳说回家看不就知道了。回到家，李秀兰正在那鞋底，一脸愁容。周晨阳把背篓卸在石桌上，咚的一声，李秀兰过来一看，倒吸凉气，问这得花多少钱？是不是把兔子全卖了？周晨阳说卖了3块5，买了米面油盐和做弹弓的材料，他把剩的1块多钱塞给妈。李秀兰拿着钱眼泪往下掉。周晨阳说妈哭啥？以后日子长着呢，让他快把肉练了，给小五蒸馒头。中午这顿饭胜在精细，白面馒头暄软大个，猪油渣撒盐焦香酥脆。周小五吃的头也不抬，腮帮子鼓成仓鼠。周晨阳也吃了2个大馒头，浑身是劲。吃饱喝足，干正事。周晨阳在柴火堆翻了半天，挑出一根手腕粗的枣木棍，枣木质地坚硬，做弹弓绝佳。他坐小板凳上，用老菜刀一点点削，木屑纷飞。他按前式手感，把手柄削成流线型，握在手里正好填满掌心。接下来绑皮筋，2米长的乳胶管剪成4段等长，4股绑法，拉力大，出速快，威力猛。他用棉线把4根管子绑在弓臂上，最后换上厚牛皮弹斗，一把造型粗犷、透着凶悍气息的重型弹弓诞生了。周晨阳起身，猛地发力拉开，这拉力少说20斤。松手，皮筋回弹声沉闷如雷，震得虎口发麻。系统提示检测到宿主制作出精良级武器。周晨阳嘴角上扬，这才是猎人装备。周晨阳喊周小五出来看好东西。周小五舔着手指跑出来，问哥啥好东西？周晨阳扬了扬枣木弹弓，说带他试试新家伙。来到院外空地，周晨阳指着20米外老榆树上的树瘤子，问弟弟看见那个没？周小五问哥要打那个，这么远能打动吗？周晨阳摸出一颗崭新的8毫米钢珠，上弹拉弓，4股皮筋的阻力让他手臂青筋微露，瞄准锁定，手指松开，暴躁的啸叫声响起，20米外的树瘤子上发出一声沉闷撞击声。周小五跑过去一看，惊呆了，喊哥快来看！周晨阳走过去，只见坚硬的树瘤子上赫然出现一个深坑，钢珠深深嵌进木头里，抠都抠不出来。这要是打在野兔脑袋上，天灵盖都得掀飞。周小五眼神充满崇拜和畏惧，说这太狠了吧，这跟土枪有啥区别？周晨阳吹了吹弹弓上的木屑，说这就是以后吃饭的家伙，有了这把弓，那些以前只能干瞪眼的大家伙也能碰一碰了。他让弟弟去捡点原石子练手，说明天带他真正进山，不打麻雀了，去搞值钱的皮毛。周小五来了精神，一溜烟跑了。看着弟弟跑远的背影，周晨阳握紧枣木弓，明天他要去会那只脾气暴躁的平头哥狗欢，这把弓正好拿他记起。周晨阳转身向家中走去，夕阳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。第2天公鸡刚叫，周晨阳就爬起来了，简单活动筋骨，揣上2个冷馒头，腰上挂好那把缠了布条的枣木重弓，又系上装满钢珠的布袋子。周小五揉着睡眼跑出来，裤子都没提好，问哥咋不叫他？周晨阳让他洗脸带上镰刀，说今天不打鸟，干票大的。一听大的，周小五瞬间清醒，雄赳赳跟上。出了村，周晨阳折向深山沟子，杂草比人高，荆棘横行。周小五心虚地抓着哥哥衣角，说铁蛋说这地方有狼。周晨阳说大白天哪来的狼，让他找背阴沟。大家伙爱在那儿跑屎。走了1个钟头，周晨阳在一棵老松树根部停下，有个脸盆大的新土坑，混着几根灰白硬毛。周晨阳捏起硬毛闻了闻，一股土腥味，是硬茬子狗欢。这玩意儿俗称平头哥，20-30斤重，性子极凶，皮糙肉厚，发起狠来敢咬猎狗。关键是一身皮毛值钱，那一身标炼出的欢子油更是治烫伤的神药。周晨阳顺着痕迹摸了200米，前面是个乱石坡。突然粗重喘息声传来，周晨阳抬手示意别动，摸出弹弓，上了一颗8毫米钢珠，拉开一半，草丛分开，一个灰扑扑的影子钻出来，长得像小猪仔，4肢短粗，灰毛像钢针，脸上有黑白条纹，2颗獠牙呲着，正是狗欢。这货没跑，反而停在原地刨土，喉咙发出低沉威胁声，眼神凶狠。周小五吓得腿软，说他瞪他。周晨阳低声让他别怕，往后退，皮筋缓缓拉满。狗欢见2人不退，怒了，猛地弓背蹬腿，像个灰色小坦克一样主动发起冲锋，速度极快，10几米眨眼就过一半。周晨阳眼神一冷，打身上没用，皮太厚，得打要害。鼻子那是他全身最脆弱的地方，视野里那个晃动的黑色鼻头就是靶心。枣木重弓暴躁轰鸣，脆响，软骨碎裂，气势汹汹的狗欢发出惨叫，脑袋后仰，前冲势头被打断，翻了个跟头，鼻子伤口严重，他疼得疯狂打滚，抓烂了草皮。周小五兴奋大喊中了，但周晨阳没松懈，果然那狗欢滚了2圈，剧痛让他彻底发狂，双眼通红，再次发疯般扑来，这一次是拼命了，距离不到5米。周小五尖叫想跑，周晨阳一步没退，极快地摸出第2颗钢珠，上弹拉弓，没时间瞄准，全凭直觉。那一瞬间，周围一切仿佛慢了下来，狗欢狰狞的獠牙，红红的眼睛，竖起的硬毛，清晰无比。他甚至能预判动作，脑海里仿佛有什么东西破壳而出。皮筋松开，这么近距离，4股重弓威力爆发，跟手枪没两样。正中太阳穴，耳朵根那个位置，头骨最薄弱，巨大冲击力打得狗欢脑袋一歪，一头栽倒在周晨阳脚边，抽搐2下，补着白沫不动了。周晨阳长出一口气，手心全是汗。系统提示击杀具有攻击性的中型野兽，战斗评价冷静、精准、致命，熟练度大幅提升，解锁新被动技能动态视力入门级。周晨阳看着面板狂喜，刚才那慢动作感觉就是动态视力，有了这神技，飞鸟在他眼里也就是慢动作回放。周小五探出脑袋问死了没？周晨阳踢了踢狗欢肚子，死透了，拎起后腿一颠，少说25-6斤，肥得流油。2人快走出深山回到小路时，转角处突然传来一阵咳嗽，伴着呛人的汗烟味，一个穿羊皮坎肩背着老式猎枪的老头走了出来，头发花白，眼神却亮得像鹰。周晨阳心里一紧，手按在弹弓上，是刘三爷，10里8乡有名的老猎户，这背篓里的东西怕是瞒不过他的眼。刘三爷巴搭着旱烟，浑浊金光的眼死盯着背篓。周晨阳手心冒汗，但腰杆挺得直，山里遇老猎户不能露怯。刘三爷没搭理他的问候，几步走到跟前，问背篓装啥，血腥味这么
重，没招狼算命大。周晨阳侧身掀开蒿草，说运气好，碰上个不长眼的平头。刘三爷往里一瞅，手猛地一抖，烟袋火星子差点溅胡子上，一眼看出是只成年老公獾，膘肥体壮，但他更在意怎么死的。老头伸手摸了把滴血的鼻子，又按了按塌陷的太阳穴，没枪眼，没刀口，没夹子痕，纯粹被重物砸出来的硬伤。刘三爷猛抬头，眼神锐利，问没动枪也没下套。周晨阳拍拍腰间的枣木重弓，说就用这个给了2下。刘三爷愣住了，像听天书，看着那把粗犷的叉子和4股粗皮筋，倒吸凉气，感叹后生可畏。他打了一辈子猎，拿弹弓把这铜头铁臂玩意儿活活干死的，这是头一个。到了刘三爷家门口，老头让他等等，进屋拿了2样东西出来，一个锈迹斑斑的大铁夹子，一张发黄羊皮纸。老头说这是老毛子留下的捕兽夹，劲大，能夹断黑瞎子腿，他拉不开黄了，给周晨阳。还有这图是他凭记忆画的野猪沟地形，哪有野猪路哪是狼窝都标了。周晨阳接过图，密密麻麻全是标记，这就是藏宝图。他把情分记下了，说回来拎好酒看老爷子。刘三爷让他滚蛋，回去把欢子油练了，那是救命的好东西。周晨阳冲门鞠了一躬，有了这东西和图，他们能在野猪沟横着走。回到家天黑透了，周晨阳让妈烧水，今晚还得忙活。李秀兰看见背篓里的血乎乎大家伙，吓得差点坐地上，问这是啥怪物。周晨阳说是狗獾，浑身是宝，让妈找那个大陶罐子刷干净，今晚炼油。这欢子油比猪油还金贵，以后烫着烧着，抹上这东西不留疤，好得快。周晨阳熟练剥皮，皮毛做褥子能卖钱，切下皮下厚厚的白色油脂，足足一大盆，扔进铁锅小火慢熬，清亮油脂析出，也为肉香弥漫院子，比猪油还纯。周小武烧火被熏得直迷糊，问油渣能吃不？周晨阳说撒盐绝了，但这油更值钱，这一罐子明天能换回他家半年口粮。听到半年口粮，李秀兰手顿住了，眼里闪过难以置信的光。夜深了，周家小院火光通明，周晨阳看着锅里翻滚的油脂，眼神坚定，有了第一桶金，有了地图和夹子，明天正是进军野猪沟，那里才是真正的崛起之地。灶堂里火苗子舔着锅底，映得李秀兰那张满是皱纹的脸通红，大铁锅里滋啦滋啦响个不停。周晨阳站在锅台边，手拿大铁铲时不时搅动一下，锅里头切成麻酱块的欢子肥膘正在缩水，原本白花花的肉块变成了焦黄色，清亮透彻的油脂越积越多，快漫过半个锅底，这味儿绝了，不像猪油那么腻，带着股山野特有的荤腥气，顺着热气直冲房顶。烧火的周小武喉结滚动，吞口水的声音大的连周晨阳都听见了。他问哥这油咋跟猪油不一样，闻着更香？周晨阳笑着把火调小，说那是吃百草长大的，能不香吗？但这油最金贵的不在吃，在于能治病，以后烫着烧着，抹上这东西不留疤，好得快。镇上人稀罕着呢。看火候差不多了，周晨阳拿过刷干净的大陶罐，先用漏勺把焦黄酥脆的油渣捞出来，沥干油倒进瓷碗。周小武早就等这句话了，抓起一块烫手油渣，左手到右手，猛地扔进嘴里，一声脆响，油渣在嘴里碎开，焦香混合油脂的润滑，再加上细盐的咸味，瞬间把这小子的魂勾走了。周晨阳没顾上吃，小心端起大铁锅，把清亮的油脂倒进陶罐。这老欢子真肥，足足炼了一大罐，还有富余，剩下的底油留在锅里，精肉块和红松菌入锅，大火翻炒，香味再次升级。这一晚，周家破屋里的香气能把房顶掀开。吃饱喝足，周晨阳借着煤油灯开始处理欢子皮，这活细致，手要稳。他拿着猛当匕首，一点点刮掉皮板上的油脂碎肉。周小武吃撑了，蹲旁边看，眼里全是崇拜，哥会的真多。周晨阳随口说是逼出来的，指了指皮子上的爪印，教弟弟看，这爪印前深后浅，说明他当时发力往前冲，以后在山里看脚印也得这么看。看脚印干啥？脚印身是大家伙，脚印乱是受惊了。要是看见带梅花瓣的脚印，那是猫科，可能是豹子或者大猫，遇上了赶紧上树。他一边干活一边把经验掰碎了喂给弟弟。小武得学会自己立起来，这是安身立命的根本。等到皮子处理完，抹上草木灰和盐消好，已经是后半夜了。看着屋梁上的风干野鸡，墙上的皮子，桌上的欢子油，周晨阳心里的焦虑散了不少，但还不够。天冷了，家里四处漏风，过冬的棉衣棉鞋，取暖的煤都要钱。第二天还没亮，周晨阳就起来了，把欢子油用稻草绳缠好放进背篓，周围塞满干草，皮子也卷好放进去。到了镇上，周晨阳没去黑市，直奔老药铺济世堂。欢子油在黑市卖不上价，得找识货的。刚进门，一股中药味，柜台后戴老花镜的老头正在剥算盘，问是不是抓药。周晨阳放下背篓，掏出陶罐放在柜台上，轻轻揭开封口油纸，说有点好东西，让老掌柜长长眼。油纸一开，特有的油脂香飘了出来。老头眼神猛地一凝，鼻子抽了2下，他沾了一点油闻了闻，又在手背抹开感受触感，惊讶地问这是秋欢的油。周晨阳竖起大拇指，说昨刚打的，2斤重，纯野生，火候正好，没掺一点假。老头点头说确实是好东西，这年头纯正野生秋欢油不好找，药性好。他拿出工业券和几张大团结，这油他要了，但这属于收购药材，价格有规定。不过看这油炼的地道，算一等品，正好缺这一味主药，按最高档收。另外他自己再贴补点票证，称重2斤2两，按7块5一斤，算15块。老头又摸出一叠票，这是2张布票，1张棉花票，算他私人的心意，15块。还有布票棉花票，这可是一笔巨款。这时候壮劳力干一天才几毛钱，这一罐油顶别人干2月。而且布票棉花票是有钱买不着的紧俏货，老头让他以后有蛇胆蜈蚣这种好货都往这送，亏不了他。周晨阳揣好钱票，把扣子扣死，出了药铺，拍了拍鼓鼓的口袋，第一步稳了，手里快20块钱的家底，在青山村能把腰杆挺直。合作社里人挤人，跟赶集似的，特别是布匹柜台前围了一圈大姑娘小媳妇，伸着脖子往里瞅，大多只看不买，捏着可怜巴巴的布票算计半天。周晨阳背着沉甸甸的背篓挤到柜台前，中气十足的喊要那匹藏蓝色卡基布，扯2丈。柜台后的胖售货员正嗑瓜子，眼皮都没抬，问有票吗？没票一边去。周晨阳没脑，直接掏出刚热乎的布票棉花票，
票，连带2张崭新的大团结，啪一声拍在玻璃柜台上，说票有钱也有，麻烦快点，他赶时间。胖姑娘吓一跳，低头一看，2张布票、10斤棉花票，还有晃眼的大团结。胖姑娘瓜子也不磕了，周围人眼神跟看财神爷似的。这年头能一口气拿出这么多票和钱的，绝对是大户。胖姑娘态度180度大转弯，笑出一朵花，麻利的颁布，量尺剪断。周晨阳又要了5斤棉花、2双解放鞋，1双42，1双36。解放鞋可是劳保神器，耐造不累脚，他自己这双早就露脚趾头了。周围议论声嗡嗡的，问谁家小子这么有钱。周晨阳没搭理，把东西塞进背篓，临走又要了半斤大白兔、半斤水果糖。走出合作社，背篓塞得满满当当，钱少了一半，但他是敢前所未有，这就是手里的粮，身上的衣。回到家正是晚饭点，周小五正在玩泥巴，看见周晨阳像炮弹一样冲过来，被喊去洗手。李秀兰拿着锅铲出来，看见背篓里的布匹棉花，眼珠子快瞪出来了，咋买这么多？周晨阳先拿出解放鞋让小五试，周小五看着散发胶皮味的新鞋愣住，不敢相信这是给他的。周小五手忙脚乱蹭手，小心把脚伸进去，稍微大点，垫鞋垫正合适。他蹦了2下，乐得合不拢嘴，恨不得去显摆。周晨阳又把布和棉花报给李秀兰，给一家3口1人做一身新棉袄，这一动不挨冻。李秀兰摸着厚实布料，手都在抖，多少年没做过新衣裳了，以前都是拆旧补烂。他眼中泛着水光，问这得花多少钱？周晨阳把大白兔塞给弟弟，说钱挣来就是花的，以后好日子长着呢。那一晚，周家充满欢声笑语。李秀兰量尺寸，感慨周晨阳长高了。周小五含着奶糖，穿着新鞋舍不得脱。看着这一幕，周晨阳心里暖洋洋的，但他没被冲昏头脑，这只是温饱，要想在深山站稳脚跟，赚更多钱，光靠单打独斗不行。特别是昨天遇到的狗獾，让他意识到缺个帮手，一个能侦查、警戒、咬住猎物的帮手猎犬。第2天是大吉日，天刚蒙蒙亮，周晨阳揣着剩下那几块钱，混进了赶集的人堆里。大集上热闹的炸锅，汗烟味混合着牲口棚的气味，直冲脑门。周晨阳没看别的，直奔最南边的牲口市。要想买好狗，得去那儿淘。牲口市里更乱，猪叫马嘶响成一片。周晨阳捂着鼻子，在卖猪仔的摊位后面找到了卖狗的角落。5、6个汉子蹲地上，面前放着金条筐，里面全是刚满月的土狗仔。一个黑脸汉子拎起一只黄毛狗仔，热情推销。周晨阳瞥了一眼，那狗崽子耷拉着耳朵，尾巴夹在屁股沟里，太怂。这种草狗看家还行，进了深山遇上野猪，吓得比谁都快。连看了几个摊位，全是这种没胆气的笨狗。正当周晨阳准备换地儿时，角落一棵歪脖子树下蹲着个抽旱烟的老头，面前破背篓里孤零零趴着一只通体乌黑的小狗仔。这狗仔不像别的狗几团取暖，独自缩在阴影里。周晨阳走过去探头一看，那小黑狗猛地抬头，喉咙里发出呜呜低吼，2只没完全立起来的耳朵死命往后贴，黑豆一样的眼睛里透着股凶狠劲。周晨阳眼睛一亮，蹲下身试探着伸出一根手指，换做别的狗这会儿早舔手势好了，但这小黑狗二话不说，张嘴就是一口。幸亏周晨阳本能反应快，手指猛地一缩，才没被这小畜生咬着。好牙口，好胆气。这狗仔骨架大，爪盘宽厚，嘴筒子又长又粗，绝不是纯种土狗。周晨阳问老头这狗咋卖，老头磕着烟袋，眼皮没抬，说这狗凶不听话，昨儿刚咬伤了他家老母鸡，2块钱拿走。周晨阳笑了，说老头不厚道，这狗看着有狼亲血统，也姓大，养不熟就是白眼狼，还费肉，出价1块5。老头诧异的看了周晨阳一眼，说是行家，他爹是看林场的狼亲，他娘是细狗，这一窝就活了这只独苗，是个黑煞星。农村迷信黑狗煞气重，怕克主，但对猎人来说，这就是顶级的头狗胚子。狼亲的凶猛加上细狗的速度，天生就是为了狩猎而生的。周晨阳直接掏钱，老头看着那只还在呲牙的狗仔，老头叹气让他拿走，留家里也是祸害。周晨阳把钱塞给老头，伸手去抓，那小黑狗还想咬，周晨阳眼疾手快，一把捏住后脖梗皮肉提溜起来，被抓住命门。小黑狗4腿乱蹬，嘴里怒叫，就是没怂。周晨阳把它往怀里一揣，说以后跟他肉管够。闻到周晨阳身上那股野味的气味，小黑狗挣扎小了点，小黑狗的鼻子在他怀里嗅来嗅去。买到战友，周晨阳大步往回赶，刚进院子，周小五迎上来。周小五问买啥了，周晨阳掀开衣服，小黑狗探出黑脑袋，周小五惊喜想摸，被周晨阳拦住，说这狗认生凶着呢，放在地上。小家伙立马弓背，警惕打量环境，尾巴竖得笔直。周晨阳吩咐妈晚上炖欢子肉，给他留碗肉汤拌饭，这狗是郎中，得吃肉才壮。李秀兰心疼说人都不够吃呢，周晨阳说他是保镖，喂好了以后才有肉吃。他找个破碗，把昨晚剩的野鸡汤倒进去，泡了半个窝窝头端过去。小黑狗闻到肉香，警惕地看周晨阳一眼，见没动静才试探着舔了一口，这一舔眼睛亮了，狼吞虎咽起来，小尾巴也不竖了，开始不由自主摇晃。周晨阳伸手摸它乌黑皮毛，这次没躲也没咬，喉咙里发出舒服的呼噜声。周小五问起个明白，周晨阳说就叫黑豹。周小五说霸气，是他们家的黑将军。吃饱喝足，黑豹打着饱嗝巡视一圈，自觉趴在周晨阳脚边。系统提示获得狩猎伙伴，混血猎犬幼年期，前置 S 级，当前状态认可宿主。周晨阳心里踏实了，有了这双耳朵和鼻子，野猪沟也没那么可怕了。接下来2天，周晨阳在家专心干2件事，一是给黑豹立规矩，天天肉汤伺候，黑豹见风长身板壮实，学东西飞快；二是备战，乳胶管调试到最佳，磨了几10颗原石子，把地图刻在脑子里。第3天晚上，北风呼啸，周晨阳把枣木工擦得锃亮，放在枕边。他喊了一声黑豹，床底下的黑狗钻出来，耳朵竖直，目光炯炯。周晨阳摸了摸他的头，说明天带他见世面。他看了一眼墙角的捕兽夹，家里安稳了，但要想真正发家，还得去深山搏一把大的，那个传说中的野猪王，还有让人闻风丧胆的野猪沟。天刚蒙蒙亮，公鸡还在嗓子里憋着第一声叫。周晨阳已经收拾停当，穿上新做的藏蓝棉袄，脚蹬系死鞋带的胶底解放鞋，裤腿缠紧绑腿防毒虫，腰别猛钢匕首，左挂石子带，
又跨枣木重工，背着沉甸甸的捕兽夹，手里提着探路硬木棍，这一身全是实打实的猎人装备。黑豹从床底下窜出来，这几天肉汤喂养，他像吹气球一样长了一圈，皮毛油亮，四肢粗壮。他没叫，围着周晨阳转2圈，耳朵雷达般转动。一人一狗趁晨雾出村，目标野猪沟10几里荒路。刚开始黑豹还在前面撒尿圈地，想追野鸡兔子，被周晨阳喝止，说今天不搞小虾米，留力气。过了分水岭，景色变了，树木高大密集，林子阴森，腐叶层厚的像地毯，踩下去没脚面。野猪沟到了，刚踏进沟口，一股阴冷穿堂风扑面而来，吹得周晨阳脖梗子发凉。黑豹不跑了，夹尾巴退回周晨阳脚边，喉咙发出低沉呜呜声，浑身毛炸起，警惕盯着沟底。他是狼种，对危险更敏锐。周晨阳拍拍狗头壮胆，拿出地图对照，前面有个葫芦口，野兽喝水必经之路。周晨阳开启野兽追踪入门技能，视野里浮现信息，2天前的兔粪，很久前的断肢都不是目标。搜了半个钟头，前面出现一棵河蚌粗的老红松，黑豹突然停住，冲那树压低身子，呲出小獠牙。周晨阳快步过去，只见老红松离地1米高的地方，树皮被蹭掉一大块，露出红褐木质，挂着厚厚一层油脂和黑硬毛发，油脂没干透，散发着浓烈松脂和腥骚味。周晨阳比划了一下高度，快到胸口了。一般野猪蹭痒到腰，能蹭到胸口的体型得有多大？他蹲下查看泥地，几个深深的梅花状蹄印赫然入目，主题半分得很开，深陷泥里。周晨阳把拳头放进去比了比，蹄印比拳头还大1拳。系统提示检测到大型野兽踪迹，目标推测成年雄性野猪独行，体重预估150公斤以上，危险等级高。周晨阳倒吸凉气，泡卵子。东北山林里的凶神，长到300斤就是坦克，皮厚的能弹飞铁砂，獠牙能给人开膛。这种独行弓野猪脾气最暴，敢跟老虎黑熊硬刚。这树是它的固定蹭痒点，松枝果泥沙就是挂甲。周晨阳顺着蹄印追踪200米，一片烂泥塘出现在眼前，泥塘边密密麻麻全是蹄印，旁边有一条被采光溜的小道通向灌木丛。周晨阳躲在大石头后观察，绝佳伏击点，两边是山壁活泥塘，只有中间小道能走，那大家伙肯定每天来打滚蹭痒。他没急着动手，面对这种猛兽，失误就是送命，得算计。他掏出一把黄豆撒在小道上，这是诱饵也是试探。明天黄豆没了，说明他还在且警惕性不高。又选定了一棵容易攀爬的大青冈树，离小道15米，射界开阔，躲树上他也撞不断，但光靠弹弓不行，得限制他行动。周晨阳摸了摸背上的捕兽夹，目光落在必经之路上，土质松软，天然陷阱，挖坑下夹子连钢丝套，要让他有来无回。就在准备撤退时，黑豹突然对着泥塘对面的灌木丛短促叫了一声，周晨阳浑身一紧，瞬间握住弹弓，一手捏住黑豹嘴巴。泥塘对面的灌木丛微微晃动了一下，像是有东西刚离开，风吹过来，带着浓重腥骚味。周晨阳冷汗下来了，那大家伙就在附近，刚才可能就在对面看着，幸亏没冒进挖坑，不然早被獠牙挑飞了。他抱着黑豹死盯对面，一步步后挪，退了几百米，翻过山梁才敢喘气。这野猪沟的野兽都成精了，但这种刀尖跳舞的感觉反而让周晨阳血液沸腾。他回头看了一眼幽深沟口，眼神里没有恐惧，只有猎人看到顶级猎物的贪婪。一人一狗站在山梁上，身后是幽深的野猪沟。第二天天还没亮透，周晨阳带着黑豹再次摸进了野猪沟。这一次他背篓里除了那个死沉的铸铁捕兽夹，还多了几圈拇指粗的钢丝绳，一团油布包着的臭肉，那是他特意留的野鸡下水，在罐子里闷了1天，那味熏得人迷糊。到了昨天踩点的泥塘边，周晨阳先去看了眼撒黄豆的地方，干干净净，连个豆皮都没剩下，地面上还留着新鲜的拱痕和乱糟糟的蹄印，吃了就好。周晨阳嘴角一咧，吃了他的豆子，那就得拿命来还，只要这畜生没换地儿，今天的计划就成了一半。周晨阳没耽搁，选定在那条必经之路上动手，这地儿就在泥塘和红松树之间，两边是密密麻麻的灌木丛。他让黑豹去那边趴着别出声，指了指那棵选好的大青冈树。黑豹灵得很，乖乖地缩在树根底下的草窝里，一声不吭，只露出一双亮晶晶的眼睛盯着这边。周晨阳掏出工兵铲，开始挖坑。这活是个技术活，坑不能太大，大了野猪跨过去了，也不能太小，小了夹子放不下，深度也得讲究。他干得满头大汗，这沟底虽然潮湿，但土里混着石头和树根。挖了大概半个钟头，一个脸盆大小半尺深的土坑算是成型了。接下来是重头戏，下夹子。刘三爷给的这个老式捕兽夹，那是真家伙，纯生铁铸的，上面的锯齿虽然锈了，但那几根弹簧还硬得要命。周晨阳费了吃奶的劲儿，用脚踩住两边的弹簧，手还得小心翼翼地把卡扣挂上。这要是稍微手滑一下，这双排锯齿瞬间合拢，他这双手就算废了。一声轻响，卡扣挂上了。周晨阳出了一口长气，脑门上的汗顺着鼻尖往下滴，他没敢擦，把夹子平平稳稳地放进坑里。这还不算完，为了对付那300斤的坦克，光靠一个夹子不保险，万一这畜生皮太厚夹不断腿，或者力气太大拖着夹子跑，这茫茫大山的上哪找去，得加个紧箍咒。周晨阳拿出那圈钢丝绳，一头挽了个活套，大小正好能套住野猪的脚脖子，平铺在捕兽夹的触发盘上面，只要野猪一脚踩下去，夹子闭合的同时，这活套也会顺势套上。钢丝绳的另一头，他死死地缠在路边一棵大腿粗的柞树根上，还打了2个死结，这叫连环套。只要中了招，除非他能把这棵树拔起来，或者把自己腿锯断，否则就是插翅难逃。做完这些，周晨阳开始伪装，先在夹子上面盖一层薄薄的草纸，防止土掉进机关里卡住，然后撒上一层浮土，再铺上周围捡来的枯叶，最后拿出一根树枝，轻轻扫了扫周围，把自己留下的脚印和铲土的新痕迹全部盖住。周晨阳站起身，看了看眼前这条看似平常
常的小道。谁能想到这落叶底下藏着张吃人的嘴？还没完，还得下饵。周晨阳把那包闷臭的野鸡下水掏出来，刚一打开，那股子腐烂的腥臭味差点把他自己送走。他忍着恶心，把这团臭肉扔在了陷阱的正后方大概半米的位置。野猪这东西虽然爱干净喜欢洗澡，但对这种腐肉的气味最没抵抗力。这味一飘出去，加上昨天黄豆的甜头，他肯定得顺着味过来。布置完一切，周晨阳把手上的腥味在泥里蹭了蹭，然后迅速爬上了旁边那棵大青冈树。这树有个大横叉，离地4、5米高，正好能坐人，视野开阔。周晨阳骑在树杈上，把枣木重弓拿在手里，腰上的钢珠带子解开扣子，随时准备取用。接下来就是最难熬的环节了。猎人跟猎物比的，除了手段就是耐心。时间一点一点过去，太阳慢慢爬高，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斑驳的光，林子里静得让人心慌。山里的蚊子毒得很，那是花脚蚊子，一口一个大包。周晨阳不敢乱动，怕弄出动静惊了兽，只能咬牙忍着。不一会儿，脖子上手背上就被叮了好几个包，痒得钻心。他在心里默念，忍着，想吃肉，想发财，这点罪算个屁。1个钟头过去了，2个钟头过去了，周晨阳的腿都有点麻了，但他依然保持着那个姿势，眼睛像鹰一样盯着泥塘方向。就在他感觉快要失去知觉的时候，黑豹突然在树底下轻轻叫了一声。周晨阳浑身一震，瞬间来了精神，有情况。他立刻屏住呼吸，把耳朵竖了起来。没过多久，一阵沉重的脚步声顺着风传了过来，那是枯枝被踩断，灌木被强行挤开的声音，动静很大，根本不带遮掩。在这片林子里，除了黑瞎子和大虫，也就只有这头野猪敢这么横着走。来了！周晨阳的手慢慢握紧了弹弓，心脏开始不受控制的狂跳，撞击着胸腔。几分钟后，一头黑乎乎的庞然大物终于出现在了视野里，真大。虽然昨天看过脚印有了心理准备，但亲眼看见这玩意儿，周晨阳还是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。这野猪浑身黑毛像钢针一样炸着，肩高的有1米多，一身腱子肉随着走动一颤一颤的，2颗獠牙像弯刀一样刺出嘴外，泛着惨黄的光。特别是那一层厚厚的挂甲，上面沾满了陈年的松枝和泥沙，看着就硬得硌牙。这哪里是猪，这就是一辆带獠牙的装甲车。野猪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，哼哧哼哧地走到了泥塘边。他先是警惕地停下来，2只小眼睛贼溜溜地四处乱转，鼻子使劲在空气中嗅了嗅。周晨阳在树上大气都不敢出，手心全是汗。他在心里默念，千万别发现。野猪闻了一会儿，似乎没发现什么异常。周晨阳在树上，气味往上飘，他闻不到。他放松了警惕，走到泥塘里打了个滚，把那一身泥浆糊得更厚实。洗完澡，他爬上岸，抖了抖身上的泥水。就在这时，那股子野鸡下水的腐臭味钻进了他的鼻孔。野猪鼻子一抽，那双小眼睛立马亮了。他顺着味儿转过头，看向了那条小道。昨天在这儿吃了不少甜黄豆，今天又有肉味，这地方简直就是风水宝地。贪婪战胜了本能，野猪晃了晃脑袋，迈着沉重的步子走了过来。1步2步，离陷阱越来越近。周晨阳在树上，皮筋已经拉开了一半，死死锁定着野猪的脑袋。野猪走到了陷阱边缘，他似乎感觉脚下的落叶有点不对劲，停了一下，低头闻了闻。周晨阳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，但这腐肉的味儿太冲了，就在鼻子底下勾得他馋虫大动。野猪终于没忍住，前蹄往前迈了一大步，想要去够那团臭肉。这一脚正好踩在了那堆枯叶的中心，一声令人牙酸的金属闭合声在这寂静的山谷里骤然炸响，就像是一道惊雷。那双排锯齿的大铁夹子在恐怖的弹簧收缩力下瞬间合拢，狠狠地咬穿了野猪前腿的皮肉，卡在了骨头上。与此同时，埋在地下的钢丝套也被这一脚带了起来，瞬间收紧，死死勒住了他的脚踝。一声凄厉到极点的惨叫声瞬间响彻整个野猪沟，惊起林中无数飞鸟。野猪疼疯了，他猛地往后一缩，想要把腿抽回来，但这一下不仅没甩掉夹子，反而拉动了那根连在大树上的钢丝绳。钢丝绳瞬间被拉得笔直，发出一声脆响，那棵大腿粗的座树都被这一拽剧烈的摇晃起来，树叶哗哗直落。周晨阳在树上兴奋的差点喊出来，中了！但这大家伙还没死，剧痛彻底激发了他的凶性。野猪红着眼疯狂地咆哮着，也不管腿上的夹子，像个发疯的推土机一样在那儿拼命的挣扎乱撞。他张开大嘴，獠牙咔咔地咬着钢丝绳，把周围的灌木丛撞得稀烂。那股子蛮力看得周晨阳头皮发麻，要是人在下面，这会儿怕是凶多吉少，但现在他是瓮中之鳖。周晨阳深吸一口气，双脚踩实了树杈，身体微微前倾，4股皮筋被彻底拉满，8毫米的钢珠在皮兜里蓄势待发。他眼神一凛，锁定了那只疯狂晃动的猪眼睛。随着周晨阳手指一松，那根4股乳胶管猛地回弹，发出沉闷的爆鸣。8毫米的钢珠在这个距离下动能大得吓人，一声闷响，紧接着是液体炸裂的声音。那头正疯狂撕咬钢丝绳的野猪脑袋猛地一甩，发出一声比刚才还要惨烈10倍的嚎叫。那一发钢珠不偏不倚，正正地打进了他左眼窝里，原本凶光毕露的小眼睛瞬间成了一个黑色窟窿，黑色的液体顺着那张狰狞的猪脸往下流。这一下，这头炮卵子彻底疯了，剧痛让他失去了理智。他不再去管腿上的夹子，而是像个无头的苍蝇，那个巨大的脑袋冲着四周胡乱撞击，2颗手腕粗的杂木被他那带血的獠牙硬生生撞断。他那一身300斤的腱子肉，此刻爆发出的力量简直恐怖，连带着那根拴着他的钢丝绳都被拉得嗡嗡作响，仿佛下一秒就要崩断。周晨阳骑在旁边的大青冈树上，看着这骇人的一幕，手心也有点冒汗。这也就是下了连环套，要是光靠一个捕兽夹，这会儿这畜生估计早就拖着夹子冲过来把树给撞翻了。一直趴在树根底下的黑豹，这时候也被血腥味激起了凶性。他虽然个头小，但这会儿一点不怂，窜出来站在安全距离以外，对着那头发狂的野猪狂吠不止。野猪瞎了一只眼，听觉还在，一听见狗叫，扭头就想往黑豹这边冲。刚冲出2步，钢丝绳再次绷直，狠狠地勒进了他的脚脖子，把他硬生生拽了个跟头。周晨阳在树上喊了一声干得好，手里的动作却没停。趁你病要你命，这种大家伙生命力顽强的吓人，光瞎一只眼死不了，必须得给他持续放血，耗干他的力气。他再次摸
摸出一颗钢珠，拉满弓弦，这次瞄准的是耳根，那里皮薄，血管多，打烂了能流不少血。钢珠呼啸而出，野猪那只蒲扇大的耳朵根部瞬间被打穿，黑色血液飙了出来，他疼得浑身抽搐，在地上疯狂打滚，把那一小片空地的草皮都给滚秃了。泥土混合着黑色血液，把那个泥塘边染得触目惊心。接下来的10分钟，简直就是一场单方面的凌迟。周晨阳坐在树上，居高临下，就像个冷酷的狙击手。每一发钢珠射出去，必定会在野猪身上添一道新伤，打鼻子，打另一只眼，打颈动脉。10几发钢珠打完，那头不可一世的山林坦克已经变成了一个血葫芦。他那原本震天响的咆哮声，慢慢变成了粗重的呼哧声，那是肺里进了血沫子的声音。他累了，血流的太多，加上剧烈的挣扎，消耗了大量的体力。这头野猪终于折腾不动了，他趴在地上，嘴里吐着带血的白沫，只有4条腿还在神经质的抽搐。那个原本要把天都捅破的猪头，无力的垂在泥地里。周晨阳没急着下去，他又从袋子里摸出一颗普通的河滩石子，拉开弹弓，对着野猪的肚子狠狠来了一下。野猪只是皮肉颤了一下，没别的反应。又等了5分钟，直到那野猪彻底没了声息，连肚子起伏都看不见了，周晨阳才把弹弓挂回腰间，顺着树干滑了下来。但他没敢直接走过去，他拔出腰间那把猛钢匕首，反握在手里，捡起那根探路用的硬木棍子，小心翼翼地绕到野猪的身后。那股子浓烈的血腥味和野猪特有的骚臭味，熏得人脑仁疼。周晨阳用棍子捅了捅野猪的后腿，没动静，他这才松了口气，走上前去，近距离看这东西，更觉得震撼。这哪里是300斤？看这体格子，加上那一身厚厚的挂甲，估计得有350斤往上。那2颗獠牙足有匕首长，要是刚才被这玩意儿挑一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系统提示：击杀大型猛兽变异成年野猪，战斗评价智取，无伤完胜。弹弓射击熟练度加50，陷阱制作熟练度加30，获得成就野猪沟的征服者初级。脑海里的提示音让周晨阳嘴角咧到了耳根子，这熟练度涨得爽，而且这头猪哪怕是按最便宜的猪肉价卖，那也是一笔巨款。周晨阳看着这如同一座肉山似的死猪，又看了看自己的小身板，这还算结实，但绝对扛不动300斤，脸上的笑容僵住了。这可是在野猪沟深处，离村里有10几里山路，而且全是没路的大荒坡。他当机立断，必须在这儿把它给分了，把不要的东西扔了，减轻重量。他挽起袖子，找了个低洼的地方，把猪头朝下，对着颈动脉就是一刀。虽然刚才已经流了不少血，但这种大家伙体内血多，必须放干净，不然肉发酸，不好吃也卖不上价。黑豹凑过去贪婪地舔了几口血，周晨阳也没管他，让他吃个饱，待会儿还得靠他警戒。接下来是开膛，这野猪皮厚，特别是肩膀那块挂甲，刀子划上去滋滋响，跟割牛皮纸似的。他费了好大劲才把肚皮划开，一大堆冒着热气的内脏流了出来。他忍着那股子冲鼻的腥臭，开始挑拣。猪心留着，安神补血；猪肝留着，明目；猪腰子必须留着。那一板厚厚的板油是重点保护对象。至于那一堆花花绿绿的肠子和猪肺，直接一脚踢到旁边的沟里。处理完内脏，这猪的分量起码轻了50-60斤，但还是沉。周晨阳擦了一把脸上的汗和血点子，看了一眼周围的树林，决定做个爬犁。就在这时，一直埋头舔血的黑豹突然抬起头，耳朵猛地转向了左边的山坡，喉咙里发出一声极其低沉的警告声。周晨阳手里的动作一顿，瞬间转身握紧了匕首。风突然停了，原本喧闹的鸟叫声也消失了，一种被人窥视的感觉，像条冰冷的蛇顺着脊梁骨爬了上来。那双泛着绿光的眼睛在灌木丛后面一闪一闪，透着股阴森的寒气。周晨阳屏住呼吸，手里的猛钢匕首握得更紧了。旁边的黑豹弓着身子，喉咙里的呜咽声越来越急，那是遇到天敌时的本能反应。是狼，这野猪沟里血腥味这么重，引来狼是早晚的事，但他没想到来得这么快。那东西似乎很有耐心，并没有马上冲出来，而是在灌木丛后面来回踱步，时不时发出一声踩碎枯枝的脆响，像是在试探虚实。周晨阳知道不能等，越等越危险。狼这东西最贼，他现在不冲，是在等同伴，或者是想耗光猎物的耐心。一旦狼群围上来，他就算有3头6臂，今天也得交代在这儿。他慢慢把匕首插回腰间，重新摘下那把枣木重弓。比起匕首肉搏，还是远程打击更靠谱。他从袋子里摸出一颗钢珠，悄无声息地拉开皮筋，动态视力开启。在那一瞬间，林子在他眼里仿佛亮堂了几分。他看清了，那是一只瘸了腿的独狼，毛色灰白杂乱，瘦骨嶙峋，正贪婪地盯着地上那堆野猪内脏。原来是个被狼群赶出来的孤鬼。这种狼最凶，因为饿急了眼，为了口吃的连命都能不要。周晨阳眼神一凛，趁着那狼探出脑袋的一瞬间，手指猛地松开，钢珠带着破风声呼啸而去，正打在那独狼的鼻梁骨上。那狼惨叫一声，被打得在地上翻了个跟头。鼻梁骨是狼最脆弱的地方之一，这一下够他喝一壶的。他爬起来，怨毒地看了周晨阳一眼，夹着尾巴一瘸一拐地钻进密林里跑。周晨阳没追，穷寇莫追，何况他还守着这么大一堆肉。他擦了一把冷汗，虽然只是只孤狼，但那股子压迫感不是盖的。此地不宜久留，必须马上撤。周晨阳转身看向那头被开了膛的野猪，虽然去掉了内脏，但这大家伙少说还有260-70斤，光靠人背那是痴人说梦。别说走10几里山路，就是走100米腰都得断。他操起匕首，冲向旁边的一丛桦树苗。这种手腕粗细的桦树苗韧性最好，而且皮滑，在满是落叶的林地上拖着走阻力小。他手脚麻利地砍了2根2米多长的树干，把枝杈削干净，只留下顶端几个分叉用来固定，然后又找来几根粗点的横木，用之前那根钢丝绳和周围扯来的老藤条死死地绑成一个 A 字形的简易拖车，也就是山里人常说的爬犁。周晨阳费力地把野猪翻上爬犁，用剩下的藤条把猪身捆了个结实，生怕半路上掉下来。猪头朝前，4条腿也被绑住。他试着拽了拽爬犁前面的藤条绳套，猛地一发力，绳子勒进肩膀肉里，脚下的泥土被蹬出一个坑，爬犁哗啦一下动了，虽然沉，但能拖动。他让黑豹前面探路，自己把绳套往肩膀上一挂，身子前倾成45度，像德拉茜的纤夫，一步一个脚印
印的往回走。这10几里山路，平时空手走都费劲，现在拖着将近300斤的重物，简直就是一种酷刑。刚走出1里地，周晨阳就感觉2条腿像灌了铅一样沉，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，流进眼睛里，辣的生疼，肩膀上的藤条勒得火烧火燎，估计已经破皮了。但这苦他吃得甘之如饴。回头看一眼爬犁上那座黑乎乎的肉山，那就是钱，那是小五的学费，是老妈的新衣裳，是家里翻盖新房的砖瓦。他咬着牙给自己鼓劲，加把劲，这点累算个屁。山路崎岖不平，爬犁时不时被树根石头卡住，每一次卡住，周晨阳都得停下来，用木棍撬，用肩膀顶，费9牛2虎之力才能重新启动。走到一半的时候，遇到一个长上坡，这简直是噩梦。周晨阳手脚并用，几乎是在地上爬，鞋底在泥地上打滑，他就用脚尖扣住石头缝，一点一点往上蹭。黑豹似乎也看出了主人的艰难，这小家伙竟然跑过来，咬住前面的一根绳头，4条腿蹬得笔直，吭哧吭哧的帮着往上拽。虽然他的力气微乎其微，但这股子劲让周晨阳心里一暖。周晨阳低吼一声，爆发出一股狠劲，猛地冲上了坡顶。到了坡顶，他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感觉心脏都要从嗓子眼跳出来了。他拧开水壶，灌了一口凉水，看着渐渐西斜的太阳，天快黑了。这深山里的夜比白天危险10倍，必须在天黑透之前赶出野猪沟，上了大路就安全了。休息了5分钟，周晨阳再次起身。下坡路好走点，但也更危险。爬犁有了惯性冲得飞快，好几次差点撞在他腿上，他只能在后面拽着绳子，像放牛一样控制着速度。终于在太阳落山前的最后一刻，周晨阳拖着爬犁走出了野猪沟口，前面就是通往青山村的土路了。虽然还是荒路，但比起沟里那种没路的地方，这简直就是康庄大道。此时天色已经擦黑，远处的村庄亮起了点点灯火，那是家的方向。周晨阳看着那些灯光，紧绷的神经稍微放松了一点，但脚下的步子没敢停。这会儿正是村民吃完饭出来溜达的时候，要是让人看见他拖着这么大一头野猪进村，那还不炸了锅。虽然他不怕人知道，但这年头红眼病太可怕，王婶那种人要是知道了，指不定又要去大队举报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他决定绕路，走村后头那条平时没人走的小路。那条路绕过打谷场，直接通到自家院子后面。虽然远了点，还要钻一片苞米地，但胜在隐蔽。周晨阳嘱咐黑豹别叫唤，拽着爬犁钻进了路边的苞米地。秋天的苞米杆子干枯发黄，叶子锋利的像刀片，刮在脸上生疼。爬犁在苞米地里拖行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周晨阳每走几步就停下来听听动静。就在快要穿出苞米地，看见自家后院那棵歪脖子枣树的时候，前面不远处的小路上突然传来一阵说话声。2个黑影正蹲在路边的草垛子后面抽烟，红色的烟头一明一灭。他们聊着隔壁村有人在山上套了只傻狍子，卖了20块钱的事。周晨阳心里一紧，赶紧停下脚步，压低身子躲在苞米杆后面。这2人他认识，是村里的2个二流子，平时游手好闲，最爱干些偷鸡摸狗的事。要是让他们看见这头猪，那还能有好？指不定明天这猪就能少2条腿。周晨阳屏住呼吸，手按在黑豹的脑袋上，示意他别出声。那2人抽着烟聊得起劲，丝毫没发现几米外的苞米地里藏着一笔巨款。聊完后晃晃悠悠的走了。等他们的脚步声彻底消失，周晨阳才松了口气。这一路上的惊心动魄，比跟野猪打一架还累心。周晨阳重新勒紧绳套，一鼓作气拖着爬犁穿过最后一片苞米地，来到了自家后院的墙根下。后院的墙不高，那是用土坯垒的，有的地方都塌了。周晨阳先把黑豹抱进去，然后解开绳子，爬上墙头看了看院子里的动静。屋里亮着灯，隐约能听见母亲和弟弟说话的声音。周小五的声音带着哭腔问哥咋还没回来？这都天黑了。李秀兰虽然嘴上说杨子干大事去了肯定没事，但那语气里的颤抖谁都听得出来。周晨阳心里一酸，他跳下墙头，把原本堵在后门的柴火挪开，打开了后门，然后用尽最后的力气把野猪连带着爬犁一点一点的拖进了院子。当野猪彻底进入自家院子，周晨阳把后门重新堵死的那一刻，他整个人像被抽干了力气一样瘫软在地上，大口大口的喘着气，连手指头都不想动一下，真的累瘫了。屋里的李秀兰听见院子里的动静，吓了一跳，手里拿着个烧火棍就冲了出来。周小五也跟在后面，手里还攥着半块砖头。借着屋里透出来的昏黄灯光，娘俩看见了瘫在地上的周晨阳，还有他旁边那个庞然大物。那一瞬间，空气仿佛凝固了。李秀兰手里的烧火棍咣当一声掉在地上，周小五张大了嘴巴，那半块砖头也忘了扔。哥，这是猪精吗？院子里死寂一片，李秀兰手里的烧火棍咣当一声掉地上，在夜里跟打雷似的。周晨阳浑身酸痛都顾不上了，鲤鱼打挺弹起来，窜到后门把门栓死死插上，透着缝往外瞄，外面黑灯瞎火，没动静。他松了口大气，他压低声音让妈和小五赶紧搭把手，把这玩意弄柴棚去，让王婶闻着味儿，他家连骨头渣子都剩不下。李秀兰这才回魂，看着地上小山似的黑野猪，腿肚子直转筋，问这是他弄死的，这是要把天捅窟窿。周晨阳催促进屋再说，娘撒骑上阵，黑豹也咬着绳子帮忙。这野猪死沉，好在地上有爬犁，费了9牛2虎之力，总算把这庞然大物拖进不透光的柴棚，赶紧用破席子麻袋盖严实，只露出一对惨白獠牙。周晨阳瘫在柴火堆上，胳膊都不是自己的。李秀兰端来煤油灯，灯光下野猪钢针般的毛，硬邦邦的挂甲，黑色血窟窿，看着心惊肉跳。周小五摸着冰凉的獠牙，感叹这一口下去能把大腿扎穿吧。周晨阳说扎穿是轻的，能给人挑飞了。他让妈拿大盆菜刀来，今晚必须分了，天亮味散出去瞒不住。没一会儿，柴棚摆开阵势，周晨阳拔出猛钢匕首，磨刀石上蹭2下，刀刃划开猪皮，声音悦耳，割开硬皮，里面的肉红白相间，特别是那层2指厚的肥膘，在灯下泛着油光。李秀兰眼睛直了，伸手按了一下，感叹这么厚的膘，这一头猪得炼多少油？他家3年都够了。这年头肥肉比瘦肉金贵10倍，这就是实打实的财富。周晨阳一边干活一边安排，反油肥膘留一半，剩下的卖镇上。猪头太沉不好卖，留着自己卤，猪蹄给小五补身体。李秀兰担心卖肉别被洪秀姑抓了，周晨阳让他放心，镇上人缺油水，不要漂的肉谁不抢。他动
作飞快，卸猪蹄，砍猪头，几追1分2，砍成几10斤的大肉块。周小武在旁边递盆子，看得津津有味。周晨阳把一块30斤后腿肉递给妈，说这块留着风干，吃到过年。忙活2钟头，整头猪变成整齐肉块，猪肚、猪心、猪腰子也单独放好。他说猪肚养胃，明天炖了给他们补补。收拾完已经凌晨3点，周晨阳用草木灰盖住黑色血迹，扫干净，把要卖的肉码在背篓和麻袋里。这一晚他累散架了，但听着家人的呼吸声，心里踏实，手里有粮，心中不慌。天刚蒙蒙亮，鸡还没叫，周晨阳悄悄把肉搬到后院墙根。这几百斤肉光靠背不行，得借车。他揣了包大前门，切了2斤五花肉，摸黑去村西头陈爷家。陈爷无儿无女，有辆老独轮车，陈爷正在磨刀，眯眼问有啥事。周晨阳说借车进趟镇，把肉和烟往磨刀石旁一放，说给老爷子尝尝鲜。陈爷瞅着那野猪肉，喉结滚动，眼里闪过惊讶，问是野味。周晨阳说运气好，捡个漏。陈爷是明白人，不多问，收起东西指指墙角，说轴刚上油，推着稳点。周晨阳推车回家，装上肉，盖后稻草，压上柴火掩护。他跟妈说有人问就说亲戚送的，然后避开大路走小道，太阳出来前上了通往镇上的土路。路上人多了，周晨阳压低草帽闷头推车，偶尔风吹过，还是有肉味。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年人好奇凑过来抽鼻子，问拉的啥，挺沉啊。周晨阳心里一紧，脚下没停，手按在腰间弹弓上，说没啥，给亲戚拉点山货。那人看着周晨阳一身腱子肉和腰间鼓鼓囊囊的家伙，没敢多事，蹬车走了。周晨阳松口气，得赶紧处理，太招摇。到了镇上，他没去黑市，直奔钢铁厂后门。他知道这场效益好，食堂采购是肥缺。刚把车停在僻静墙角，掀开稻草，一脚露出红肉，一个戴高帽的胖子叼着烟晃悠出来，正是食堂大师傅王一刀。周晨阳笑着凑上去借火，顺手递过一盒没拆封的大前门。王一刀长得像弥勒佛，眯眯眼睛的很。他瞥了眼大前门，没急着借，上下打量周晨阳，穿的土，但眼神亮，腰杆直，还别着匕首，不像愣头青。王一刀接过烟别耳朵上，目光落在独轮车上，问一大早推的啥？周晨阳直接掀开一半西草，说王师傅是行家，好赖一眼便知。稻草一开，整齐红亮的野猪肉暴露出来，特别是那2指厚的雪白板油，泛着诱人光泽。王一刀眼神瞬间直了，凑近按了按板油，闻了闻血腥味，问是野猪还是挂甲的老公猪，问是不是他弄的。周晨阳说运气好，捡漏。王一刀心里盘算开了，厂长正念叨给工人打牙祭，这野猪肉虽柴，但全是实打实的肉，还有这顶级肥膘，关键不要漂。他恢复平淡表情，开始压价，说肉是不错，但野猪骚气重，又切碎了不好入口，看他不容易，5毛1斤包圆。5毛，周晨阳心里冷笑，合作社猪肉7毛8还得票，黑市1块2。这胖子当他是傻小子在，他没生气，慢条斯理盖上西草，推车要走，说这家怕是连白菜都买不到，既然这难做，他去公社招待所问问，那边的采购正缺货，上次说1块钱1斤有多少要多少。一听公社招待所，王一刀眼皮子一跳，这小子懂行，还知道拿对家压他。眼看周晨阳真走，王一刀急了，到嘴肥肉飞了，没法交代。他拉住车把，肥脸堆笑，说漫天要价坐地还钱，来抽根烟。这次轮到他递烟，周晨阳没接，淡淡说明人不说暗话，净重260斤，全是放血好肉，诚心要一口价8毛，嫌贵就走。8毛卡得极准，比市价便宜，又能保证利润。王一刀嘬牙花子算账，8毛1斤也就200来块，买家猪得300多，还得搭票，划算。他咬牙答应，但要求板油都得给他。周晨阳一口成交，过秤265斤。王一刀爽快，带周晨阳去财务领钱，当一叠厚厚散发油墨味的大团结放在手里，周晨阳手指微紧，212块，还有王一刀私下塞的5张工业券。这时候工人工资才30，这是巨款。王一刀笑得见牙不见眼，让他以后有货直接找他，别去招待所。周晨阳把钱揣进贴身口袋扣好，推着空车走出钢铁厂，摸着胸口厚厚的一沓钱，心里大石头落地。周家的日子彻底翻身了，兜里揣着200多块钱。周晨阳走路带风，他先把独轮车推到没人的巷子，拿出1块五花肉和2瓶二锅头给陈烨当租车费，然后直奔百货大楼。以前来这就买针头线脑，今天不一样，今天是来扫货的。周晨阳直奔自行车专柜，这年头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是3大件，有一辆自行车比后世开大奔还风光，柜台上几辆崭新自行车，黑烤漆锃亮，银车把闪光。售货员是个小伙，看周晨阳土气没当回事，但看见那张工业券，眼神变了。周晨阳指着中间那辆永久牌载重自行车说要那辆，架子大，缸口好，拉300-400斤没问题，跑山路神器。售货员说这车贵，165块，外加1张工业券。周晨阳二话不说，数出16张大团结和5块零钱，啪的拍在柜台上，豪气冲天。周围买东西的人瞪大眼，这年头能一口气拿出这么多钱买车的，绝对是大户。交钱、开票、打钢印。当周晨阳推着崭新永久走出大楼，感觉全世界目光都在身上，沉甸甸的金属质感，车轮转动的棘轮声，绝了。跨上车座，脚下一蹬，风在耳边呼啸，这速度爽。在镇上转一圈，又去合作社买了10斤猪板油，还买了红糖、槽子糕，还有给周小武的连环画。东西往后座一绑，按车铃，脆响撤街回家。30里土路，平时走半天，现在骑车不到1个钟头就看到青山村。正是中午下工，村口大槐树下围满了人端碗砍大山。突然铃声传来，众人抬头，只见一辆锃黑锃亮的新自行车像风一样冲过来，骑车的小伙穿着崭新藏蓝工装，精神抖擞，是周晨阳。人群炸锅了，饭都不吃了，一个个跟在自行车屁股后跑。大家议论纷纷，问周家那小子哪来的钱买车。王婶也在人群里看着新车，手里窝窝头掉地上，他酸溜溜喊，这不可能，他家穷的揭不开锅，哪来的钱，肯定是偷的，根本没人理他，谁偷车敢大摇大摆骑回来，肯定有路子。周晨阳一路按铃，在围观中风光骑进自家院子。
支车梯大喊一声让妈和小五接火。周小五跑出来一看，傻了，围着车转3圈，想摸不敢摸，问哥这是他家的。周晨阳说是他家的，让他快试试。李秀兰出来看着大家伙手抖，眼中泛着水光，说好他家也有大件了。这天周家小院成了焦点，无数人挤门口看传说中的永久。周晨阳站在人群中给长辈散烟，一脸淡定。他知道从今天起没人敢看不起周家。有了车和钱，周晨阳没打算坐吃山空。天冷了，水缸结冰，周家3间破土房年久失修，房顶茅草烂了，刮风落灰，下雨漏水，窗户纸补了又补。以前没钱硬扛，现在必须修。周晨阳行动派，第2天骑车去隔壁村请来手艺最好的瓦匠李师傅和俩小工。他递烟提要求房顶掀了换红瓦，窗户框烂了换玻璃，墙用白灰抹平。李师傅抽着大前门，看着新自行车满口答应，保证漂亮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周家小院热火朝天，王婶只能躲自家墙根，听着隔壁叮当干活声，闻着每天飘出的肉香，气得挠墙。他心里骂他家显摆傻，有点钱烧的，过2天喝西北风。周晨阳根本不在乎。3天后，焕然一新的周家小院亮相，房顶铺着整齐红瓦，阳光下红彤彤喜庆，窗户换成大块玻璃，屋里透亮，墙面刷的雪白，院墙垒高插上碎玻璃防贼，屋里大变样，新盘火炕热乎乎，新棉被叠整齐，角落堆满蜂窝煤和硬柴火，米缸满，面缸满，油罐满。晚上一家3口坐暖炕头，周小五穿新棉袄看连环画，黑豹趴炕沿下狗窝睡呼噜震天。李秀兰盘腿那鞋底，一脸安稳，说这日子他以前做梦不敢想，心里踏实了。周晨阳擦着枣木重工，抬头笑说这才哪到哪。刚开始他把弹弓挂墙上，看向窗外夜空，说以后不仅有新房，还要顿顿吃肉，让小五去镇上上最好中学，上大学。周小五举手喊他要上大学，周晨阳说好上大学。屋里欢声笑语。周晨阳知道重生这一步走稳了，但他没满足，200块经不住花，修房买车买东西剩几十块了。冬天刚开始，挑战在后头，而且他的野心不止于此，这片大山才是真正的金矿。立冬这天夜里，第1场雪悄没声的下来了。早上推门一看，院子里积雪没过脚踝，踩上去咯吱响。周晨阳深吸一口冷气，眼神发亮，这雪下的好。对猎人来说，雪天就是捡钱的时候，野兽在雪地上留下的脚印那是名牌，而且为了御寒，这时候动物的皮毛长得最厚最亮，是皮贩子眼里的抢手货。周晨阳回屋，动作轻手轻脚，生怕吵醒熟睡的妈和弟弟。穿戴整齐，崭新藏蓝色工装外面套上了狗獾皮坎肩，这玩意儿是真暖和，贴身穿着风都打不透。腰间别着猛钢匕首，挂着枣木重工，背上背着沉甸甸的捕兽夹。他喊了一声黑豹，黑豹一听召唤，立马抖毛精神抖擞的钻出来。这小家伙现在长开了，一身黑毛油光水亮，看着就凶悍。周晨阳推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出了门，没急着进野猪沟，他先骑到村口高岗上，盯着远处白茫茫的群山，那是他的聚宝盆。狐狸、黄鼠狼、野猪，甚至金贵的紫貂都在等着他。他在心中查看系统属性，弹弓射击已经升到精通级，动态视力熟练级，陷阱制作熟练级，当前状态精力充沛。经过这段时间磨练，现在的他50米内只拿打，威力堪比小口径步枪，配合动态视力，飞鸟也逃不过他的眼睛。他心中默念，这个冬天他要把这片山的皮毛都收了。他不打算去跟黑瞎子硬碰硬，那是玩命。他要走职业猎人的路子，利用陷阱和弹弓批量收割高价值皮毛，把这些皮子变现，积累原始资本。等明年春天政策松动，他就拿这笔钱把村后荒山全承包下来，搞养殖、种果树、建加工厂。他要让青山村变成他的金山村。周晨阳跨上自行车，车轮碾过积雪，留下一道深深的车辙。黑豹在雪地里撒欢奔跑，一人一狗一车冲向那片充满希望的茫茫大山。属于神射手周晨阳的传奇才刚刚拉开序幕。